注意看，这个被恶毒贵妃当成情敌踩在脚下的女人，竟然是庇佑了整个王朝500年的护国神兽。而这一切都要从一场关乎国运的祈福仪式说起。他是大玄王朝的9尾狐仙老祖，500年前受开国皇帝救命之恩，立下9次之约。每当王朝遭遇灭顶之灾，他便自断1尾，以先例挽救国运。500年来，他已断8尾。如今大玄各地天灾频发，国运衰败，正是他履行第9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承诺的时刻。一旦祈福成功，他便能化作身外之身，永镇大玄龙脉。可代价是，在断尾前往天坛的路上，他将法力散尽，与凡人无异。身躯神魂与国运紧密相连，受1分伤，国运便损1分。然而，一场滔天大祸正在悄然酝酿。宫中，皇帝最宠爱的景妃正因自己的生辰宴被取消而妒火中烧。原来，皇帝为了一个神秘女子，不仅推了她的宴会，还下令封锁长街。这个把真宠刻在骨子里的恶毒女人，精心准备了由不足月婴儿精血染制的琉璃金丝袍，本想一举夺得圣心，此刻却被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狐狸精截胡。他怒不可遏，发誓要亲手撕碎这个敢跟他抢男人的贱人。此刻，法力尽失的老祖正在侍女的陪同下，走在空无一人的长街上，准备前往天坛完成最后的仪式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景妃早已带着人马，气势汹汹地堵住了他的去路。景妃根本不听任何解释，认定眼前这个容貌绝美的女人就是勾引陛下的狐狸精。一声令下，身边的奴才便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。老祖本是仙人之躯，此刻却毫无还手之力，瞬间就被打倒在地。就在他嘴角流出鲜血的一刹那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老祖急忙警告景妃，自己就是皇室老祖，与国运相连，伤害他就会引来天罚。可嫉妒早已冲昏了景妃的头脑，他只当这是妖言惑众。为了证明身份，老祖耗尽最后一丝精血，献出了狐狸耳朵。没想到这反而让景妃更加笃定他就是个妖精，竟下令要用烧红的烙铁毁掉他这张狐媚的脸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景妃的亲妹妹小月赶到了，她奉太后之命前来护送老祖。看到眼前一幕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立刻跪地求姐姐住手。她声嘶力竭地解释，眼前之人真的是老祖宗，伤害他会株连9族，让整个王朝万劫不复。可丧心病狂的景妃哪里听得进去，她竟认为妹妹也是来和她争宠的，反手就给了小月1巴掌，连亲妹妹都毫不留情地命人一同殴打。天地震动，异象越发恐怖，一道惊雷劈下，地龙翻身，整个京城都剧烈摇晃起来。皇宫内，太后和皇帝惊觉不妙，这正是老祖受辱、国运动荡的征兆。而在另一边，景妃的奴才拿着滚烫的烙铁，正一步步逼近被死死按住的老祖。小月奋不顾身地扑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老祖面前。烙铁落下，滋啦一声，烫在小月的背上，剧痛让她惨叫出声。更诡异的是，这凡铁竟承受不住老祖的仙人之气，当场寸寸断裂。这惊悚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呆住了。小月忍着剧痛，再次恳求姐姐回头，否则大玄必将生灵涂炭。可景妃已经被嫉妒彻底吞噬，她一把推开身边的奴才，疯狂地叫嚣着，谁敢跟她抢陛下，谁就得死。混乱中，她竟从老祖身上撕下了一块令牌，那是皇帝亲赐用于开启天坛祈福的法器，与国运龙脉息息相关，稍有损坏便再无回天之力。老祖脸色煞白，用尽最后力气警告他。可景妃看着这块自己求都求不来的御赐令牌，竟然在别的女人身上，嫉妒与恨意达到了顶点。她狞笑着说道，要看看会不会生灵涂炭。随即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，她将令牌狠狠摔在地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令牌应声碎裂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皇宫深处象征国运的传国玉玺轰然裂开，太庙里供奉的先祖灵位燃起熊熊鬼火，国运断了。老祖一口鲜血喷出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500年的守护，最终竟毁于一个蠢妇的嫉妒。而景妃看着毫发无伤的自己，更加得意地狂笑起来。然而她没有看到，头顶的乌云已经汇聚成一个恐怖的漩涡，一道足以毁灭一切的紫色天雷正对准了她。这个亲手葬送了整个王朝的女人，即将迎来怎样的天谴？